当你走进一家精品门市，店员只需要透过一台平板电脑就可以知道你过往在我们的店里购买了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它会根据你的喜好推广你刚刚上市的新品。假使你刚刚在店里因为你犹豫你没有购买产品，当你回家以后打开你的 Facebook 或是 IG， 你会发现这个产品悄悄地出现在你的动态墙之中，并且它可能会附上一句今天限时9折的这种广告标语。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场景应该都不会觉得很陌生。这样的场景并不是来自就是 Facebook 在偷顶，其实是因为强大的数据工具的结合，它可以知道你的喜好，它应该要推荐什么样的商品。当你在电商平台上面注册购物时，其实系统已经自动的记录了你的浏览喜好、你的购买记录，这些记录都会被存取在企业的 CRM 之中。而根据 Google 发布的网络调查显示，有80%的消费者在网络上看见他有兴趣的产品时，会立刻前往实体的商家做购买。当客户在网络上看见商品，进一步到实体的商家做消费，这个就是所谓的线上到线下的整合，也就是所谓的 O2O、Online to Offline。但仅仅是这样其实是不够的。现在消费者已经不是单纯的去寻找产品，而是想要有更好的服务体验。现在的销售必须要以消费者为核心，企业呢必须要依靠工具来帮他们做到提供更个人化的体验。那你也必须要这样做，你才有可能赢过你的竞争对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深入聊一聊，到底一间企业应该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做到数位转型，以及有哪一些必要执行的步骤呢？根据麻省理工施隆管理评论的研究指出，其实数位转型有3大关键领域，那你可以从这3大关键领域找到你自己公司数位转型的方向。第一个，提升客户体验。其实提升客户体验就是在客户的销售前、中、后3个阶段都要给他们一些完美的体验。在销售前呢，其实我们会利用这些数位工具去追踪客户的这些浏览的行为以及记录，去推荐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 inbound marketing 的方法去建构属于我们企业对客户有价值的一些内容，让客户可以主动找到你。这就是在销售前面可以做的事。在销售中呢，其实就是多渠道以及让客户很快的可以跟你做互动。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社群平台、信件功能，比如说我们自动寄信给我们的客户，利用我们的这些24小时的线上客服来及时回应客户的一些问题。在销售后，客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去在我们公司加入这些客户的服务系统，让客户可以及时在这个系统上面提问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及时的回复。甚至于在销售后，我们可以加入满意度调查，确保我们每一次的销售都可以让客户感到满意。第二个就是优化企业的流程。其实优化企业流程就是要提高你的运营效果，你要减低你的人为的这些错误。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呢？其实就是要把你的流程自动化，把原本人工的流程改成自动化的流程。因为人会出错，但是工具不会出错。只要你能够把自动化流程建制好，你就可以减少很多人为的错误。第二个就是智慧数据的整合。我们要建构企业的资料库，集中管理客户、销售跟供应链3方面的数据。我们会利用一些 AI 的工具。如果以电商来讲，我们就会去运算，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的这个销售周期，哪一个产品其实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它的销售额会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会在这个产品的最好的时间点去制作一些 campaign 来推广我们的这个产品。那第3个就是跨部门的协作平台。必须要将我们的业务、行销跟客户支持都放在同样一个后台，确保这些资讯都是可以及时同步的。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回复客户的所有疑问。第3个呢，就是转换我们商业模式。那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新增一些商业模式，创造我们公司更多的营收嘛。那适应市场的这些变动，我们举个例子，其实以前的软体都会是买断式的软体，它是要落地部署在你们公司的主机上面。但是现在所有的软体几乎是都走订阅制，你不需要花大笔的钱，你可以以小量的金额，以订阅的方式开始使用这套软体，减少公司在初期的大量的资金的投入。那第2个就是拓展你的数位通路。数位通路其实就从传统的这种销售，我们会有电商嘛，我们会有线上的平台。近几年来，直播的平台也非常非常盛行，很多的品牌都直接做直播，就可以可能一档就卖个几千万。那第3个就是新市场的开发，其实你可以去做，比如说整合你的上下游。比如说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公司是代理 CRM 的软体，那我们就会去整合我们的这些上下游，比如说 LINE@ 的厂商或简讯的厂商，那让客户在使用这套软体的时候，可以跟其他的工具做结合。我们也可以极大
大化我们的利益，带来这个市场上的共创价值。数位转型的5大步骤，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立数位转型的目标。没有目标，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制定你的计划，你就容易迷失方向。要找出目标，你可以从你的公司最需要被优化的流程，最需要解决跟改善的关键问题。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公司的业务跟进的流程不及时，客户的跟进速度很慢，那你可能就要导入一套 CRM 的工具，或者是客户的问题没有及时被解决，带来很多客诉，那你可能要导入服务的这个标准系统。第二个，你可以从 KPI 的指标来制定目标。比如说营收增长20%，或者是全球的市占率多少，甚至于满意度的提升，就可以从这些 KPI 去找出你的数位目标。当然我们有目标以后，第二件事情我们就要制定执行计划。那执行计划一定要先有时间表嘛，到底我每一个阶段要确实做什么事情。第二个，我要风险的计划表，有什么事情可能阻碍目标达成，它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困难，可能是你的预算不足，可能是你没有专业的人可以来帮助你做这件事。那第三件事情就是预算与资源的分配。当你在定这些计划以后，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投入多少预算，你有多少员工要投入这样的计划，有没有一些技术的投资，有没有外部的顾问费用，这些东西都是要涵盖进去。第三件事情就是系统整合跟工具的导入。数位转型的核心在于这些工具跟科技的应用。在这一步，其实我们就是要帮助企业来选择正确且合适的工具，帮助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第四步呢，就是内部员工的认同以及企业文化的改变。导入新的工具以后，必须要内部的员工支持，他们必须要执行他们必须要能够使用，那你才可以真正的达到所谓的数位转型。那第5个步骤呢，就是数据收集、分析跟不断的优化。当我们导入一套工具，不能忘记要收集我们员工的使用心得，在导入的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使用的状况，那不断的优化、持续的优化，我们才能够真的完成数位转型。其实数位转型也就是企业转型跟文化转型。根据麦肯锡以及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显示，多达70%的企业在做转型，其实最终都是以失败收场。那深入研究其实发现，并非是工具选得不好，或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实大部分失败的原因是来自于企业文化的问题。其实数位转型的成功，不光只是引入新的工具，导入新的流程，只有在企业文化真正的改变的时候，技术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内容，我们提到了数位转型的核心在于科技的应用。企业应该要怎么选择适合的工具来实现你的数位转型计划呢？那究竟又有哪一些数位工具适合你的企业呢？那下一集我们就会来介绍数位转型的核心数位工具。听完这一集的内容，如果你对于数位转型有什么新的想法，你认为为什么70%的企业在数位转型这条路上都是失败告终？如果你也有相关的经验，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数位转型的内容，欢迎到我们哈巴博的部落格，上面有满满的丰富的知识，相信可以带给你更多的帮助。我是伊望，我们下次见。